大家都准备好，我关灯啊，然后就每个可以挤在房间就挤房间啊，然后房间满了就挤客厅啊。然后时间到啊，他就听到有人动那个门，然后就有听到脚步声音，很像那种拖着地那种这样的走。我就感觉那股力量来我们这里。很恶劣的力量。我们马上走，好吗？大家好，欢迎来到周公讲鬼，哪里有鬼？我是周公周重庆。那么说到死亡呢，都是很多人呢忌讳谈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多的人呢都觉得死亡非常的不吉利，就是因为所谓的不吉利呢，让很多人呢对于死亡有很多的不知还有恐惧。那么讲到死亡呢，就会联想到丧事。我们的两位特别嘉宾呢，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灵异故事。首先第一位呢是田明耀。Hello， 大家好，我是田明耀，我是一位演员，也是主持人。那当然，我也有一些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哈。那另外一位呢是李美莲。大家好，我是美莲，我是一位戏剧导师。虽然呢，美莲呢她是通过报名的方式呢进来上我们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但是我跟美莲的关系呢，其实我们10多岁就认识了啊，真的啊？对，所以我刚才看到她的时候我们同年。我们同年吗？对。那么为什么今天就有2位嘉宾呢？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呢，身份非常的特别，而且呢，他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到他工作的地方去找他，而他工作的地方就是殡仪馆。马上要出发喽！我们现在的所在地点呢，就是我们的第3位嘉宾的所谓的办公室。其实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他的这个行业的陈列室。噔噔噔噔，你们看，好多的棺木哦。而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Lauren郑海传郑老板。我是这个殡葬的工作者，谢谢。老板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我在这个行业殡葬有50年了。50年了，哇！我相信呢，这50年你应该经历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对，多多少少都有吧。有了，是等一下要请你来分享可以。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的2位嘉宾呢也有故事要分享。首先呢是美莲，其实是我的婆婆的回魂夜。在还没有进入回魂夜之前，我讲一下前奏。我不懂你们相不相信征兆这一回事，就是有些事情它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某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才说哦，原来那个是在告诉你或者是提醒你，它会发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14岁吧。我的外婆其实挺冤的，她是进医院动那个眼角膜手术，她是瞎的嘛。然后那一天我还记得，我跟我妈妈说，我们去医院看我的婆婆。我说妈妈，我想买几朵康乃馨给我的婆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家很穷，你知道14岁的女孩子都是很浪漫型的。我说我买康乃馨灯，我就买了，就去医院。那去了医院，我就自己也带了个花瓶嘛，我就去那个洗手间，要装水，要把那些花插上去。我买的都是很新鲜的花，很好看的花，就是不是那种要凋零或者是要谢的花，是很新鲜的。我一手拿着，也不是很用力嘛，就是一把花，然后就拿着那个花瓶开始装水。突然间，其中一支自己断的。你是说整朵康乃馨？整朵突然间断的，它断的很奇怪，你明白吗？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我就在那边很纳闷，为什么那么奇怪，它自己会断的？然后当然后来我也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随着他进医院的同一天晚上，他是心脏病爆发死的，他就死了。死了的时候，我就回想起这件事情，就好像感觉是，它是一个好像个征兆吧，就让我知道说我的婆婆会走。到了
真的是回魂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没有 battery。到了回魂夜当天呢，那个时候我不是很记得那个细节，就是那边的负责人怎么跟我妈妈说的。我只知道说我妈妈有准备蜡烛啦，然后我妈妈说 OK 到了11点了，我记得是11点钟，11点的时候你们就是你们要在那之前点好那个蜡烛，然后进去休息。然后差不多11点的时候，还没有到11点，我们很早出来点差不多可能15到20分就出来点了。怎么样点？而且不大风哦。它最绝的地方，它根本就没有风。但是无论我们要怎么样点它，它就是点不着。一直到了差不多要到点的时候，你会听到从上面有一把女生的声音唱歌的。我跟你说，那个调不是你要哼就哼的，你一听，你绝对相信不可能出于是任何人的那种调、那种声音、那种他的那个方言，我真的唱不来。是有点戏曲的唱法，他好像山歌，你的感觉是他是从上面传下来的，他又好像很近，就是很近，就好像上面传下来的。就在楼梯口那边传下来的，但是它又好像是隔了一座山的感觉。我可以这么说吗？它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一把歌声。我的感觉是这样啦，而且你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你会有些东西发生的时候，你常常会很想说，我用科学的角度去想，可能没有这回事。但是那把声音，你不可能用科学的声音，11点钟。有人可以唱到那个样子，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你听到，还是全部人都听到？就是因为全部人。如果我一个人听到，你会说可能幻想。哇！全部人4个人在外面呢，我妈、我姐、我哥。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的那一集，那把歌声就是我听到的那把女生在唱歌，就是你刚才所形容的一模一样。你无法模仿的，它也是一种方言，是你听不懂的，你听不懂的言语啊，甚至那个调，我只能说有点像山歌一样但是无法模仿，我无法，真的无法，所以我们就这个歌声一来之后，你看我们怎么样努力点没有用，那个歌声一飘来之后，我们全部你看我看你的时候，一点就点到了，就奇怪了，点完了，当然全部跑进去，全部盖头睡觉。盖头睡觉，当然我们听到一些声音呢，比如说我们有听到铁链声之类的，我们都有听到。我想问一下郑老板刚才讲到歌声所以你们从事这个行业是不是都会常常听到歌声？歌声是有啦，有主家跟我讲了，连我就有答应他的说，哎呀，你听到也是好了，有可能妈妈唱歌还是什么啦，你把你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他就对了啦。是哇，所以你看在殡葬业工作也真的很不简单。对呀，你们时常要以一个非常中立的一个角度对来看待每一件事情。对，你不能够说对，也不能够说不是。对，哇，所以真的不容易做，而且还要安抚家属，就是不用怕，其实是好的一件好事，这样的东西。谢谢美莲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听你讲故事有很多的画面感那么现在呢，就轮到田明耀bro。通常回魂对不对？是第7天。对。然后丧礼都有摆，比如说5天3天5天，或者是7天。对。我的印象就是那时我们还在葬礼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就是要回魂，所以大家都要快点准备好，要回那个家，然后等婆婆回来。当时因为我还很小嘛，我年纪很小，所以我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我是听我哥哥跟我说的。当时 OK 一样的，就是11点前大家都准备好了，我关灯然后就每个可以挤在房间就挤房间然后房间满的就挤客厅
然后时间到啊，他就听到有人动那个门，然后就有听到脚步声音，很像那种拖着地那种这样的走。然后我哥哥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人啊？可能半夜要上洗手间还是什么？可是大家都有一点怕嘛，就不敢看。然后就开始又动厨房的东西了，就很像煮东西啊，还是有在吃东西。因为回魂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一些食物。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哥哥说他是躺在沙发还是哪里，他就有 feel 到有一股力量，那个 energy 就真的这样坐下去这样，他就 feel 到有人坐在那边，然后他就开始哭，好像不舍得，你懂吗？就是不舍得亲人还在啊，他就开始哭。哇，我跟你讲，我的哥哥跟我说，我的毛都站了。我讲真的吗？然后刚好，当他在哭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舅舅，他就赶着回来，他就直接看，哎呀，我来得及吗？我还要冲凉什么？那股声音哦，就马上不见掉。他开灯，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每个就开始想，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发生？然后这个是我哥哥跟我说的啦，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编一个故事。对，所以回魂真的会有这些情况吗？发生？一路来都是回魂夜了，在家里啊，这第6天的晚上是第7天了，差不多是11点这样了。哦，人摆他喜欢吃的东西在厨房了，哦，人家摆到天亮了，哦，他那个米桶也是要放满了。哦，对，重点是他摆的东西哦，都有动过。假如他回来的时候，就是要吃的东西是在桌子啦，哦，那米桶呢，假如他手印放在那米那边呢，早上你起来呢，就看到那个米桶有个印，但是他知道家里还有很多的东西吃啦，这样啦。对，讲到这个又有多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在丧礼的时候，在烧金纸的时候，他们听到一股就是我的外婆一直在那边哭因为当时哦没有人了，就一个人然后全部都不在，就是有听到一股声音在哭就是所以你可以 feel 到他其实一直都有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哭是给你听到了，你对听到了，因为你是自己人，对，给亲人听到其实你们说的都是可能第7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个人觉得在丧礼的时候啊，那个往生者呢，他一直都在那里的。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们记得蓝清喜 MC King？ 记得。因为 MC King 是一个我很感激的人，所以我每一天都到他的丧礼，我就跟他讲说，有什么你想吃的，你可以暗示我，但是你不要出来跟我讲，因为我会吓到。你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暗示我，好不好？然后呢，就其中一个晚上，不是会有那个 buffet 吗？在自助餐的时候呢，我就在那里拿食物，很奇怪，他们都是盖着的。我一往前走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重吗？它就是个铁桶，然后就这样拉。你就拉起拉下，没有人的话，它不可能自己会被拉上去，因为它很重。对，就算有风，应该也不可能会把它吹开。我一经过的时候呢，那个炒米粉就慢慢上来，然后我就奇怪，然后我就拿了炒米粉，然后呢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到了那个炸的薄饼，它就起来，我说诶，为什么这样子？他的弟弟开始笑了。因为你叫我哥哥暗示你吗？这2个就是他喜欢吃的咯。哇，哎呦！好，我们现在呢就要把这个焦点呢放在郑老板的身上，因为郑老板真的是一个善心人翁啊，就是有读报章的朋友都知道，你常常会做很多的好事，像一些异乡游子来到新加坡，然后发生意外，然后找不到亲人，然后他们的这个丧礼也是你负责，而且全程包办。那郑老板，你帮了他们之后啊。他们有以
一些非常特别的方式回来感谢你吗？ OK， 我们讲的一个中国的小妹妹啦，那个黄娜啦，那个是我本身到中央医院啦，去领她出来了。当我去那个中央医院领她的时候，我在那边等，要领她的时候出来的那个 Modri 啊，一个蝴蝶在那边跟她出来，放进车我们就带回来咯，在店里跟她做好啦，化妆啦，做美啦。那个蝴蝶也是在我们的殡仪馆这边就一路从但是不是上我的车，我们回到这边也看到那个蝴蝶，连做好我现灵堂在那个建婚台放那边的时候，那个蝴蝶也是有在那边，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个事情是我本身一路做了完了，一个最相信的就是这个骨灰，我也是把它送到中国安葬在那边。那骨灰安在那个山里面啊，我要爬很高的山上去，交在那边，也是看到蝴蝶。所以我做好，他来给我们看，就是一路跟住了，就是这样。那郑老板，你过后有没有就是梦到他，还是有没有看到他的出现？除了蝴蝶之外，我本身就是他的照片啊，在我那边啊店里，每次有时候会梦到了他有回来了，那每次有想到自己辛苦啊，就梦到，他跟我讲，你努力了，做东西了，自动会好的啦，明白吗？都是他回来跟你说这些话，一个小朋友。对，13年前发生事情，连我很辛苦，明白吗？所以每次都是有想到他给我托梦，说哎呀不要紧了，你一定会 OK 了。连我就一路没有想，一路做东西了，到现在我 OK 就是这样啦。做人是帮到人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了，这样了。做人生死也是一个过程啊。假如是人要找我们，人我们帮到他，我们就帮了，不要再这样计较了。我一路来做到现在，也是一路帮那种老人啊，没有家属的，我们就一路帮他了。这个是我本身到美国看了，因为那个 Michael Jackson 嘛，哇，我说这个很高级，所以我就带他回来新加坡，放在这边。带 Michael Jackson 这个吓到我啊！这个是 Michael Jackson 他用的棺木，这是这粒棺木。是。那老板，在你打开之前，我想问一下，多少钱？我们带回来到新加坡了，做好放在这边，差不多是6万多块这样。但是2000多、3000多到60多千。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 airtight waterproof。连那个锅不可以褪色。永远在那边。是我们有多少机会可以看到一副金黄色的这个棺木？对。可是你们先看一看这个棺木。对，其实它可以很摩登，真的很。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棺木的陈列室，虽然说这边呢有给人家很安详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给了你很多的讯息，但是我们还没有机会用到这个仪器，所以我们现在来探测一下，像在这样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有他们的出现？好，目前是正常我们在绿灯，所以它动就是说有呀。我刚才看到有一个部分里头是有小小的可怕了，因为它是寿衣。OK， 我们就进去啦。OK， 这些都是就是往生者穿的寿衣。如果它一直停留在绿灯的话，这表示其实殡仪馆没有什么所谓幽灵在这里你们以后来殡仪馆也不用觉得很恐怖、很可怕呀。OK， 目前为止一切都 OK， 绿色的。可能放靠近。你放啦。你放，没有啦。Airport check 都是这样的吗？没有，哇！如果要突然间这样，我跟你讲，我跑
有没？多一次，多一次。真的有，真的有。OK，it's time to say goodbye。OK，下一集会更精彩哦。OK，拜拜。